咱们网友啊留言啊说让上哥啊你赶紧揭露一下，有一个叫尼克拉斯杨晶的啊，说这个更狼啊，天天发这个豺狼。上哥啊这个就去马上搜索了一下啊，这个尼克拉斯，我操，真的是不搜不知道，一搜吓一跳。这个家伙啊，专门讲那个神秘学啊。宇宙能量，你说吓不吓人啊？结果到了2026年啊，尼克拉斯杨摇身一变，变出来一个叫尼克拉斯杨 Live 精啊，成了这么一个投资大师了。我操，这牛逼啊！以前啊研究这个宇宙能量啊，现在开始研究这个资本能量了啊。你说这个神秘学啊，跨界投资。哎呀，这一听也不是不行啊。这个问题是啊，这个咱们的神秘学啊，宇宙能量场，讲究的是缘分啊，对不对？啊，一去那个和尚庙里边，大家就说，咱们随缘，对不对？然后，但是呢，美股讲的是什么？讲的是估值啊。你这个尼克拉斯，你不能把缘分。拿过来当估值，对不对？咱先说清楚啊，咱跨界本身啊没有任何问题啊。原来讲神秘学，后来研究股票了，这也可以啊。但是你要有证据、有逻辑，你要把风险讲清楚啊，把这几点讲清楚的情况下，完全可以讲。但是呢，你不能天天啊，你研究你的这个宇宙给你的暗示，然后你今天你就告诉大家。美股给了你一个 once in a lifetime opportunity 啊，那宇宙的暗示咱们没办法验证，对不对？咱不能说涨了啊，就是咱们看懂了啊，接收到了这个太阳系、银河系、宇宙系的啊这些能量，对不对？啊，然后跌了，就是说啊，你这个观众啊，咱们的粉丝没有坚持啊，我这个尼克拉斯的长期主义啊。你这逻辑完美啊，完美到永远不会错呀，对不对？这个投资分析如果永远不会错，那它大概率啊也没什么用啊，没个卵用啊。因为真正的分析啊，你必须你是可以啊被证伪的啊，对不对？你有涨它就是有跌啊。所以说从这点上来看啊，这个尼克拉斯杨比我们的迈克还迈克，然后尼克拉斯杨啊。也效仿迈克啊，他不是把生活哲学套到美股，他是把他们神秘学套到美股了啊！说什么神秘学的能量啊，就预测了咱们这个美股到什么2028年之前啊都是涨的。你说这不扯鸡巴蛋吗？这啊，你迈克是给股票做生活导师，尼克拉斯他是给股票看星盘啊。对不对？这个真的是不是麦克附体啊？这比麦克还麦克啊！网友为什么让上哥来看这个人啊？来这个揭露他尼克拉斯杨啊？我估计咱们大家也看出一些道来了啊！就是从尼克拉斯啊开始讲股票以后啊，他只要是一发这个视频啊，就是一个。Once in a lifetime opportunity。如果每个月都发一次，那其实那是 monthly opportunity， 对不对？每个星期有一次，那叫 weekly opportunity。哎呀，咱就想问你，这个 lifetime 到底按什么东西算的啊？对不对？你咱说猫有9条命，难道尼克拉斯杨的你这个观众，你们的观众，难道说尼克拉斯杨的观众？有52条命吗？啊，真的，真正值得买的资产是不会因为你今天晚上没有看啊这个视频啊，没有接受到宇宙能量，你明天早上啊这东西就失去全部价值。你真正投资啊，投资分析，你首先你要看这个什么价格是合理的啊，什么条件下啊咱们的这个逻辑是失效的，对吧？啊，是要被证伪的，啊，最大的风险是什么？可能还要等多久，对不对？要研究的是这些问题，
啊，而不是啊说我这一发视频就是说啊你不买你错过这一辈子啊这个机会啊。哎呀，就他们，你说这帮讲宇宙能量的人啊，这帮算命的人啊，这么会给别人算命啊，所谓的这个叫什么，算是人生啊，给别人人生的这种算命大师啊，现在这特别流行塔罗牌啊，是吧？他们提供这些服务，是吧？99.9%都是收费的，啊，那问题来了啊。你说这个一个人的人生，它复杂不复杂啊？从出生、工作、婚姻啊，健康，对吧？运势啊，各个方面，什么吃饭拉屎，这么多变量啊，就咱们所谓的宇宙觉醒，就咱们所谓的宇宙觉悟级天才啊，连这么复杂的人生都敢给你算啊！而且还敢说自己啊算得很准，那股票代码总比一个人的人生八字短了，对不对？那你既然能看清楚一个人的未来10年会遇见什么样贵人，那你看一眼下个星期哪个股票涨，哪个币涨，对不对？啊，是比特币还是什么其他的币啊？这也不算太过分吧？啊，咱既然有这个能力啊，为什么还拼死拼活的一天去？接8个课干啥啊？你直接给自己算一下哪个股票能涨，不就完了吗？啊？难道你是这个热爱人民、为人民服务吗？你，对不对？我觉得你不入党，你都可惜了。所以说，咱们既然是声称啊自己能准确读取未来啊，那这个准确啊，到底能不能啊留下这种可以核对的这些记录，对不对？就像网上很多人都说啊，这个天机不能炒股票啊，天机不能买比特币，对不对啊？不可泄露天机啊。但是呢，这些天机可以识别二维码啊，可以刷卡啊，还可以分成这1、2、3、4个等级的咨询套餐啊，太阳系孵化级天才。银河系觉醒级这个套餐啊，还有宇宙觉悟级天才啊和多维空间终极天才这种4个套餐，对不对？哎呀，这真是天机不可泄露，但是天机可以刷卡。宇宙能量啊，咱们对咱们的金融市场非常非常的谨慎，但是呢，对于收款系统啊。适配的那是相当的哇塞，所以说啊，这个真的是啊，神秘学最强的地方就是这些，咱们研究世俗科学的人啊，确实是很难反驳啊。你说这个宇宙有一个能量，我确实啊，咱商哥啊，测不出来啊，真的是测不出来。但是股票啊，咱不是玄学啊，股票它有价格，有现金流，有利率，有回撤，对不对？咱就拿这个利率打个比方啊，这个尼克拉斯杨啊，在最近的这些视频里边啊，咱上哥随便看了几个啊，他就经常就说这个利率啊不影响长期投资啊，他的意思就是说加不加息啊根本不影响咱们的长期投资。这很显然，加息它分长加息和短加息，对不对？多次加息和一次加息啊，你只加一次息。和多次加息把利率维持在高位好多年，那是一回事吗？对不对啊？政策利率的短期变化和企业长期融资的成本上升是一回事吗？对不对啊？你像无风险利率从低位走到高位，股票的这个股票估值它的折现率它就变了呀啊，它变了，咱还能说长期完全不受影响吗？对不对？第一，它利率怎么影响估值的啊？就是同样100块钱未来的这种现金流啊，它的折现率它就会变高啊。它今天值多少钱，那就相应的会下降。尤其是那些利润还很远啊，在以后主要靠讲故事的那些公司，
就是咱们的这些科技公司，对吧？他们对利率那就更敏感了。那第二点呢，利率它还会影响企业的融资成本。那咱公司借钱，对不对？那个利率高了，借钱是不是就贵了？再融资它也贵了啊，扩张、回购、并购这些都能受到影响啊。那尼可拉斯这种天才啊，你不能一边讲公司未来20年增长，对不对啊？看好公司未来20年增长，一边呢又说这个公司20年见钱啊，它不要成本吗？啊，对不对？这利率升高了，难道公司它不借钱了吗？啊，还有第三点是什么呢？利率它还影响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机会成本。你比如说啊，如果低风险的资产已经能够提供相对可观的这种回报，你比如说就像澳洲的这种银行的存款就能达到6%的利率了啊，咱还需要炒股吗？你基本上你都不太用炒股了，你年化6%啊，非常非常哇塞，对吧？如果有这种可观的回报，我们这些投资者为什么还要用同样的这种价格承担高波动的股票的这种风险呢？所以说，咱们的长期投资啊，它不是一个咒语啊，你不能闭上眼睛念3遍啊，什么长期主义，然后这估值一下子就变成10倍，对不对？大家可以看看这个互联网泡沫啊。看看这个老李消失的2年半啊，就是从22年到24年这2年啊，美联储一直加息吧，加息了1年，他消失了2年半呀，你想想，对不对？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他在泡沫的高点买入，花了极长的时间才名义回本啊，你知道吧？所以说咱尼可拉斯，你不能轻飘飘的说一句啊，长期投资不受影响，把这些成本全部抹掉啊！大家能扛，对不对？你关键是你能扛5年、10年还是20年呢？啊，咱说老李他扛的这次运气挺好啊，他只扛了2年半，就扛过来了。但如果你碰到的是互联网泡沫呢？啊，你能扛得住吗？对不对？互联网泡沫那可是10年级别的啊！你要是买到高点的话，可能花10到15年才能名义回本啊！你明白吗？哎呀，所以说长期投资的真正的意思啊，它不是任何价格都可以买的，更不是说任何风险都可以不看的呀。所以说最后啊，上哥依然觉得咱们尼可拉斯啊讲神秘学啊挺好啊，不是问题啊。但是现在讲投资呢，你去把神秘学扯到投资里边，那你这不是就是比迈克还迈克了吗？所以说咱们尼可拉斯杨同学啊，咱们这个宇宙能量啊，上哥管不了，但是这个资本市场利率啊，估值回撤，咱们还是可以算一算的，对吧？好，跟上哥看透，一键3连。